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参赛者登场。这是民间发明大赛，又不是专业的，这些评委简直是在挑刺。就是，凭什么我们发明的就不行了？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参赛者登场。林星火，17岁，韩城第一高中高3学生。你是高3学生？目前是。那今天不是高考，你怎么不去参加呢？参加高考无非就是获得全国理科状元的荣誉，这对于我来说，不如今天站在这里来展示我的发明，因为我的发明将会引领这个世界前进60年。那你的发明是什么？老林，哎，你儿子上电视了！我儿子上电视了！是，快看！我的发明是核聚变，可控核聚变。放屁！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林星虎这小子魔障了，放弃高考参加这种节目，就是为了吹牛吧？什么是可控核聚变？让让，先生让一让！可控核聚变就是以海水为原料，在上亿度高温、太阳核心般的高压之下，让氢的同位素氘和氚产生聚变，从而释放出恐怖的能量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氢弹知道吧？啊，知道。听说威力是原子弹的上万倍。林星火造出了氢弹？没有，这个技术比氢弹还有尖端。什么？氢弹爆炸的一瞬间，它所产生的能量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。可控核聚变技术就是控制这种能量的大小、长短和输出。那有什么用？发电呀，把这种恐怖的能量转换成电能，相当于核电站的上万倍啊！可控核聚变如果研究成功了，1升海水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600升汽油啊！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技术？这小子真是魔障了！全球研究了100多年都没有研究出来的东西，他竟然说他造出来了！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，哗众取宠，是在侮辱我们吗？知道什么是可控核聚变？张教授，别激动。在上亿开尔文的高温和高压之下，海水中氢的同位素发生聚变反应，从而使庞大的能量转化为电。只需要铺设10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，那么整个大厦将会进入无限电能时代。这就是可控核聚变。收视率在上升，快引导节目效果。收到。对于林星火同学的介绍，3位专家怎么看？陈台长，咱们收视率突破1%了，我们的直播片段也突破200万人了。好，本以为这次大赛会黄了，哎呀，没想到林星火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惊喜呀！节目时间延长，收视率突破1了。台长，咱们原计划是10分钟比赛结束之后要放电视剧的。你个笨蛋！电视剧的收视率能有这么高？我有预感，咱们的收视率能够突破5%的大关。这个可控核聚变是真的吗？你傻呀？能是真的啊？只要咱们的收视率能高就行。那万一是真的呢？那林星火将成为全球最耀眼的人物，而所有的工作人员100年之后也会出现在历史的课本，名垂千古呀！师傅，有个高3的学生突然发明出了可控核聚变。什么？大家快看，咱们韩城有个高中生参加了发明大赛，说自己发明了可控核聚变。这种节目啊，为了炒作，真是什么都敢夸的。嘿，林星火，你认识？他是我儿子同学。大家都说这一次高考，他拿全国理科状元，那是榜上钉钉的事。超级学霸，在学校连老师都要请教他问题呢。什么？为了上这次节目，你花费了不少时间在电脑上查阅了有关资料吧？现在世界上所有关于核聚变的资料并不准确。你算什么东西？
质疑全球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共识吗？是的，你大胆！狂妄！个高中生竟然连全球的科学家都要质疑，你不撒泡尿吵吵自己？你送了什么东西啊？那么请问，现在有人造出了真正可以商用化的可控核聚变了吗？虽然没有，但是虽然没有，那么现在所有关于核聚变的资料都只是理论，科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所以我愿将现在所有的资料都称之为幻想。竟然说我全球的研究都只是个幻想吗？荧幕效果根本不需要我来创造呀！哎呀，林同学，你怎么能说别人的是幻想呢？难道你的就不是幻想了？我的是实际存在的。那你拿出来呀！你们学校教出来的学生都像你一样是满口谎言的社会垃圾吗？你可别说，你的可控核聚变和你这个小盒子大小一样。我手里的东西不是可控核聚变。那你拿不出来，你就别在这。我拿得出来。那你拿出来呀！马上送到了。但是，我建议你们先看看这个。来，快点上车了。你是？有个叫林星火的参赛选手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他。林星火，这就是核聚变。林同学，这是什么？当前世界并非造不出可控核聚变，高温可以实现，高压也可以通过磁约束线圈来进行模拟。但是，想要通过磁约束来模拟高压环境，就需要用到大量电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可控核聚变是用来发电的，但是现在的可控核聚变却需要用到大量的电来发电。举个例子，开启可控核聚变1小时就需要消耗1万强，但发出的电量却只有5000强，所以浪费了5000千瓦。对，发电量为负数，则代表着亏本，所以可控核聚变并不能算是实现。要想让可控核聚变商业化，就需要让发电量变为正数。这谁都知道，但又是没办法解决的。要想让发电量为正数，那就必须要让磁约束造出的高压环境不再需要耗电。我做出来了。凭什么说你做出来？室温常压超导。室温常压超导体，不可能！室温常压超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室温常压超导体，那什么呀？室温常压超导体。刘老师，刘老师，您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好啊，难得你需要我帮忙。老师，我需要一个无菌设备，还有铜离子，以及一个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180度的实验环境。零下180度实验环境，你要做超导体吗？能吗？我的导师是高能物理学院的杨宇教授，我跟他好好说说，看能不能借到。但是你必须告诉老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在绝对的零度环境之下，很多金属都会发生超导现象，而我要在这种环境之下更改铜离子的离子态，搭配出一个正常的比例，然后呢，实现室温常压超导。这是全球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材料。不过你有梦想，老师会支持你的。但是这有点太天方夜谭了。室温常压超导体，1年前你就说要做，我都没有当回事儿。什么是室温常压超导？谁能发现室温常压超导，他就能得诺贝尔奖。诺贝尔奖？你做出来了，恭喜！啊！你的儿子，我的学生林星火，他可能会被写进全球的教科书啊！什么？他可能会走进斯德哥尔摩市政厅，穿着燕尾服，鲜花舞蹈。那是什么地方呀？诺贝尔奖的颁奖地。什么？就算是没有发明可控核聚变，就凭室温常压超导体，全世界都会记住他的名字——林星火。常温的，不是低温的，真的是常压超导体。这肯定是魔术。室温超导是改变世界的材料，怎么可能被一个高中生发明出来的？什么室温常压超导？不知道呀，但是看专家这个反应，这苏丽丽，现在不要再多说一句话了。
为什么？我们不需要再任何的话题和炒作。我感觉他的发明有可能是真的。什么？什么真的？你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提前60年，将它带到这个时代的人。练了个磁悬浮的魔术，就想骗过我们吗？师傅，你造出了可空核聚变了吗？你拿不出来对吧？我一眼就看出你小小年纪不是个好东西，从小就学会造假。超导材料可以造假，你的可控核聚变装置在哪呢？在哪呢？说。已经到了。什么是室温常压超导呀？我刚查了，这可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材料啊！我说了吧，这林星火肯定不会吹牛，他是我儿子同学。上次他们班主任刘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就说过，林星火神一样的存在。星火他大伯，下午赶紧来家里，星火好像有光宗耀祖了。闺女，赶快回来，咱隔壁的林星火呀，可能要成大人物了。他们老师说了，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。你赶快回来，你也露个脸啊！如果他获了，可能全球的记者和记者呀。老师，刘汉龙又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虽然我让您失望，但是我的学生会让您骄傲的。超导，可控核聚变，你和以前一样大言不惭。我没有你这个学生。孙院士，你一个秦国人，怎么想起给我大夏的人打电话？恭喜啊！恭喜什么？听说你们大夏的高中生发明了可控核聚变，哈哈哈！核聚变技术100年内就可能有突破。学生竟然说他的学生能发明出来，人呐，有人！停止！我必须让这个节目马上停播。掉头去韩城，我要亲自去收拾他们，不然的话，整个世界都不知道怎么嘲笑我大夏呢。喂，什么？超导？可控核聚变？什么液氮制造零下180度的超低温，才有可能让金属达到超导的磁悬浮状态，而现成是常温是常压，这种石破天惊的东西问世了。来人啊！马上安排去大夏汉城的飞机，快！全球科学即将出现颠覆性的时刻了。是。老徐啊，你远在祖国也听说了？我已经看过直播了，这个常温超导很可能是真的。这不是他大夏的事，这是全人类的盛世啊！快机场！超导你能做出来，但是你该不会真的凭一己之力做出了整套核聚变的体系吧？后卫，朱总编。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。西北卫视的民间发明大赛，有一个叫林星火的高中生，他发明出了可控核聚变。他的室温常压超导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证实，短短5分钟的时间之内，大夏已经收到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通讯啊！朱总编，现在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的科研团队要赶往大夏，要赶往韩城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可控核聚变？对，就是传说中的可控核聚变。现在全世界都在等着它拿出来呢。看，大家把手里的活暂时放下。如果这是真的，这有天大的新闻。现在我宣布，城里至少10个技术小组，多20个，立即火速的开到韩城。我们要拿到第一手资料。是。韩城，我们要组织
2个采访队到林星火的家庭采访，家人、邻居，采访到所有认识的人，要快呀！要时间晚了，我们就跟不上采访了。是。快！现在全球的新闻媒体都在赶来的路上，而我们距离近，这是最大的优势。3小时内必须到达韩城。遗憾林星火不是我楚国人呐。到了吗？这么久还拿不出来，这根本没有制造出来。到了吗？喂，直接送进来吧，辛苦了。啊，这就是可控核聚变的设备。对，就这个项目，是我捣鼓了1年多了。东西送到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这就是可控核聚变，这就是可控核聚变，这就是可控核聚变的设备。今天是你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林星火。上天让我回到60年前的意义，就是让我提前将可控核聚变问世。哎，不能拍，为什么？科技含量过高，不宜展示。都离远一点，是林星火的，千万不要拍摄到细节。收到。这就是所谓的可控核聚变。可控核聚变怎么只有这么大点？光加热装置就要有一间房子那么大，再加上聚变反应室、电能转换机制以及磁约束装置，再怎么小也得有1栋楼那么大才可以。这些社会败类，我怀疑他们借杨教授您的名字借机炒作。林星火是刘汉龙的学生，而刘汉龙曾经是我的学生。最近老给我打电话嘘寒问暖，我以为他是在巴结我。你这么一提醒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他是在利用我的名头在外边炒作呢。虽然我让您失望，但是我的学生会让您骄傲的。各国的学界同僚都在打电话讽刺我，今天我就要整个大夏再无刘汉龙和他的学生林星火的容身之地。想利用我，休想！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竟然有机会看见核聚变的问世，值了。爸，明天发明大赛出现了，正在看。对，就是林星火。他拿出的超导是真的，但我认为可控核聚变依然是我们短时间内无法迈过的坎儿。爸，如果真的能运行成功，那对我们大夏来说，不是对整个世界，对整个人类文明都是开天辟地的里程碑。爸，这是您追求了一生的历史时刻呀！马上安排直升机，我要亲自去汉城，见证历史的诞生。是。老王，可控核聚变的瓶颈是全世界的瓶颈。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突破，我们都将走在全世界的前头。计算量太大了，听说上这个应该是上去50升去。小陈啊，40余年了，我们始终解决不了这些问题。
可控核聚变成为促进人类科学发展的枷锁。老王，40年，我们从无到有，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了。乐观点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的子孙实现了可控核聚变，可是我配死了，不知道这样。我努力活久一些，我替你看。爸，都安排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好。这难道是真的？全世界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怎么可能被一个高中生发明出来？李教授，你失态了。是我想多了。这是真的，是已经完工的成品，对不对？如您所想，这怎么可能？体积这么小，那个箱子都能装得下。在60年，可控核聚变装置的体积已经变得很小了，不再是一个巨大的反应堆。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有一座房间那么大，但现在我们却可以把它装进口袋里面，但它的功率却是房间那么大计算机的上万倍。可控核聚变亦是如此。哼，黄口小儿，第1代都不可能，却说你到了第3代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可控核聚变不仅仅造出来了，还领先了几个时代？我知道了第1台可控核聚变有一座山那么大，但现在这是第3代。所以它是成品。是。它可以使用吗？可以。它可以生产发电吗？当然。那我们立即开始验证。但是，你们想好了吗？真的要在这节目上面进行验证吗？你们想好了吗？真的要在这节目上面进行验证吗？你的意思？我的可控核聚变装置还没有来得及制造变压器，它输出的电量很有可能会超出你们的想象。是超出我们想象，10万千瓦、100万千瓦，难道是500万千瓦时？500万，这只是它瞬时发电量的一个顶峰。什么？3分钟之内，可控核聚变的发电量能达到至少10亿千瓦时。扯淡！林星火，你知道10亿千瓦时是什么概念吗？一个火力发电站1天的发电量只不过是700多万千瓦时，而你的装置3分钟10亿是至少。你科学是严谨的，你不要陈教授，我也是严谨的。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运行装置，那么我先说好2个后果。如果你们能够接受的话，我随时可以开始。抽干整个西郊的电力，然后让整个韩城瘫痪。谁来承担这样的经济损失呢？所以还要继续实验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责任岂不是由西北卫视？台长，咱们收视率突破40%了！40%！这就意味着2个大厦10几亿人，有40%的人在同步收看咱们的直播。台长，咱们的网络直播人数突破9000万了啊！9000万！那么我先说好2个后果，如果你们能够接受的话，我随时可以开始。这还能有后果？第一，装置运行后会消耗大量的电力，消耗多少？
抽干整个韩城西郊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虽然不是什么专业人士，但是我也知道抽干整个西郊代表着什么。就凭你这小小东西，就想抽干整个西郊，风大也不怕闪了舌头！哼！第二，它正是预示会产生超过10亿的天瓦时电，但是整个韩城根本没有处理这种1级单位的变压器，这也就意味着这庞大的电力会涌入韩城千家万户。然后呢？这就代表着韩城的所有电力设施将全部瘫痪。全城电力瘫痪。台长，网友们都说了，想让可控核聚变进行验证。验证？你没听说过？要是真的验证的话，有可能让整个韩城电力瘫痪，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台长，您不是说了吗？他发明不出来这东西，你怕什么呀？对呀，我差点让这小子给唬住了。哎，台长，说是领出40了。40啊！快让他进行可控核聚变的验证。这不行吧？说是会让整个城市电力瘫痪，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的。你上去啊！真的相信他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，上下嘴唇这么一碰，你就当真了？收到。林星火，口说无凭，请尽快开始验证吧。为了科学现身是我们节目的宗旨，该装置造成的任何后果和经济损失，我们节目组全部承担。该装置造成的任何后果和经济损失，我们节目组全部承担。这不是小损失，经济损失可能会超过20亿。你认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节目组，连20亿都拿不出来吗？哼，林星火，我也觉得你在装神呢。现在你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开始啊！赵管道，咱们少说话，这可是理论中的可控核聚变，谁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万一要是个真家伙，到时候韩城真的瘫痪了。我会真的相信。再说，主持人都说节目组去了，你怕什么？林星火，快开始啊！我的装置可能会瞬间抽干整个西郊，释放出的电力可能会让整个韩城都……来来回回就这句话，这节目主持人都说了，节目组负责，你怕什么呢？啊，林星火，我看你这个核聚变也是个魔术道具，现在让你开始验证，你又退缩，还在装神弄鬼，今天就是要拆穿你。我认为负不起这个责。不可能。那要是加上我呢？吴教授，你怎么样？老夫负得起这个责吗？杨教授，你认识我？哦，不，也对，你和你的老师刘汉龙一直在打着我的幌子，招摇撞骗。哼，认识我也不奇怪。哎呦，杨教授！观众朋友们，让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大夏高能物理学院物理学教授杨宇。高能物理学院的教授杨教授，天哪，这谁呀？比咱们请的陈松教授还厉害啊！那能是一个级别的吗？人家陈教授最多也就是研究理论物理学，杨教授那可是每天冲入火箭发射中心、量子研究中心的人呐。我今天就是来拆穿你的，小东西！刘汉龙是你的老师吗？啊，刘汉龙不是个好东西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是要搞实验吗？你不是要抽干整个西郊的电力吗？啊！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抽干整个韩城的。好。刘汉龙就是社会人渣，学生能有好吗？星火，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回家呀？天太冷了，来，快把围巾围上。哎，
也是，别冻着了。谢谢老师。走，老师送你回家。老师，我送您吧。行，你来带我。这是科技展的门票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老同学，看你这话说的。假的，这是假的。光，怎么会有蓝光？这蓝光不像是从这个箱子里面发出来的，像是整个空间的各个角落都在发光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离心火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是光子运动发出的色彩。光子。可控核聚变是强相互作用力，它能让空气中的电子剧烈拍击光子，就像拍皮球一样。当足够剧烈拍击之下，光子的振动频率也会越来越大，这就让人的肉眼所见。当拍击频率达到了一定的界限，就会产生共振的连锁反应。当拍击频率达到了一定的界限，就会产生共振的连锁反应。技术之中，只有核聚变这样强相互作用力，才能够促使整个空间之间的光子全部产生剧烈振动，产生连锁反应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所谓的蓝光只是一种魔术。你说启动装置后，韩城会停电，现在韩城停电了吗？对呀，咱们就在韩城的西郊啊。果然是骗人的，不是说会抽干整个西郊的电力吗？你看这也没动静啊。杨玉教授什么呀？杨教授都亲口说了，可控核聚变100年之内不可能实现，那都被拆穿了，还搁那里强撑？不见棺材不落泪呗。老雷啊，你这是南郊还是西郊啊？南郊。老王，你那是西郊吧？没停电，我都接了4、5个电话了，都是问我停没停电。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吧。老张，你那是西郊吧？有没有停？没停电，我正在看直播呢。对了，林星，我真的是你学生啊？是的。你们的牛逼吹大发了，一个高中老师，一个高中生，居然说造出了核聚变，现在连人家杨教授都惊动出来了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是来了。爸，你说他能成功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他制造出了强相互作用力。啊！这么小的年纪制造出强相互作用力，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呀。100年前就制造出了强相互作用力了，可是100年来，全世界却依然停留在这一步，不能再前进哪怕半步。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希望它开天辟地，实现人类的一大，而不是仅仅只是了不起啊！西郊停电了吗？没有，一切正常。8分钟了。现在呢？西郊停电了吗？一切正常。果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喂，李先生，西郊停电了吗？韩城电站有异动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报告，西郊出电有异动。什么？
监控显示，洗脚后电流动速度这么快，比平时增快了多少？3倍、4倍、14倍了！站长，7倍了！有了，有异动了，现在有异动了！停电了吗？哼，核聚变呢，它需要时间。需要多长时间？3分钟。3分钟之内，它会积蓄大量的电力，然后正向对外输出放电。你和你老师一样，满嘴的谎话，不学无术。哼，3分钟之后如果没有任何变化，你是不是要说一声技术故障？你和你老师狼狈为奸，目的就是博取关注，哗众取宠。你老师刘汉龙是土生土长的韩城人，你也是土生土长的韩城人，整个韩城出不了一个好东西。杨教授，这是林星火和他老师的个人行为，我认为您不应该带上整个韩城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个韩城出了你们这样一对师生，足以说明此地穷山恶水出刁民，男盗女娼。他凭什么这么说？我们韩城哪有他说这么难看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他扬言自己发明了核聚变，如此吹牛，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。现在国外有多少贵宾都在询问这件事儿，不出一天，我大夏将成为全世界的笑话。世界各地人人都在嘲笑我大夏之人。国外都知道了，这消息怎么传播的这么快呀？可控核聚变太惊世骇俗，全球皆知，并不为奇啊！这可怎么办呀？如果星火发明是假的，那全球岂不是都要笑话大夏呢？可如果是真的，那全球将仰慕我大夏有如此人杰。杨教授可是权威，他都说了，不可能。现在光我所知，赵国、楚国、秦国的科学团队和记者们正在赶往大夏的路上。他们来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嘲弄我，不知道怎么嘲弄整个大夏呢。在大夏国内丢人也就罢了，竟然惊动了外国贵宾。你们今后让我如何在世界科学界面对别人？韩城，肮脏之地！这该死的林星火，竟然惊动了国外的贵宾啊！这该死！就是，他会成功的。在大夏丢人不可怕，在洋人面前丢人是我无法承受的。我杨宇今后的学生再也不收韩城人，凡是韩城人都是我大夏的耻辱。我杨宇丢不起这个人。那你是哪国人啊？大夏人。你口口声声仰人，一句一个国外贵宾，也被称之为大夏人。我大夏人出门在外抬头挺胸，没有任何一个大夏人会仰仗所谓的国外贵宾而活着。我大夏人有自己的骄傲，有自己的气节。你也配拥有气节？刚才杨教授说，你再也不收韩城人为学生，是因为韩城人给你抹黑了，是给我大夏抹黑了。在我看来，像杨教授这样跪久了再也站不起来的丧己之犬，根本不配当老师。你不收韩城人为学生，韩城人也不屑成为你的学生。大人，你看对杨教授无礼。老师刘汉龙，前半生瞎了眼了，拜你为师。若有一天林星火入到大夏学界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并非科技复兴，而是要根除我大夏400多万平方公里内
所有如你杨教授一般的丧级之犬！好大的胆子！我瞎了眼。所有如你杨教授一般的丧级之犬！好大的胆子！林变，你知道杨教授是什么人吗？你说话太过分了。那您说他是什么人？陈开天先生亲口承认能接济他的人。那就算是他陈开天也瞎了眼了。你敢辱骂我的恩师？钦点一条丧级之犬的人作为接班人，那么其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吧？不许辱没陈太斗！1分钟！1分钟之后，超出你们认知的科技就会降临整个韩城西郊。这个林星火太狂妄了，父亲，他居然说您……父亲，您别生气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眼瞎了。父亲，我们就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学术。杨宇口口声声国外贵宾，一句一个洋人的看法，他不配进入我们大夏的高能物理学院。父亲，那您的意思是？还有多久到韩城？最多1个小时。不行，半个小时必须到达。不管林星火成功与否，我都要登上舞台，替他说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这般少年，大夏越多越好啊！那个3路就是林星火的家，去砸了他家，让韩城赤裸的狗，让我大夏在外国人面前丢人。今天我儿子本来要拜在杨教授的门下，就是因为这个林星火，杨教授不收韩城人士了。我要替我儿子讨回公道。走。谁呀？他就是林星火他爸。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张武四，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是林星火的老师，和林星火一起招招骗的人。先站好！打！乖闺女，千万别回来了！你星火哥呀，成了大夏的罪人了。他辱骂了杨教授，这会一群人呢，都冲进来了。千万别回来！千万别回来了！让我儿子没了前途，我打死你！网络同步收看直播人数突破3亿了，台长，收看直播人数破4亿了，同步收视率突破70%了，史诗级啊！好，太好了！台长，咱们的收视率突破80%了，80！我从没有想到，我们西北卫视会创造如此的辉煌呀！啊，对，师兄，韩城西郊电成了没有？没有啊。看来一切只是林星的意想。台长，如果西郊不停电的话，今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史诗级的收视率了。看来终归是险。站长，西郊可空村停电了。站长，西郊桐子村因为不明原因关了。站长，出大事了！西郊北镇区不明原因停电。镇长，南城区停电了。站长，主城区停电了，西郊主城区也停电了。站长，西郊被抽干了。真的，抽干了西郊。
这做的是哪一门？我儿子连累我给你道歉。如果星火没有如此冒进，他就在考场中，他会成为全国理科状元的。星火父亲，我始终坚信，你儿子，我的学生，会一鸣惊人的。老刘，西郊停电了。老林，停电了！星火成功了！刘老师，怎么回事？该不会真的停电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停电了。喂，我马上抵达大夏的韩城，现在正前往西北卫视的演播厅。你说什么？林星火的父亲和他的老师在家中被人殴打了？这样的天才，你大夏竟然往外赶，那么你就别怪我赵国收入麾下。申请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，邀请林星火和他的师傅刘汉龙加入我们赵国。邀请林星火担任赵国高能物理学院的副院长，教授职称，年薪10亿。若是林星火同意，我们赵国可以为其授勋为赵国国之主。年薪50亿，邀请林星火加入楚国，授予楚国千年第一人勋章。大夏不要，我楚国要。父亲，楚和赵国可能会挖我们的矿场。放肆！我们大夏国事，请你让他人染指。爸，刚刚接到消息，林星火的父亲及老师刘寒山在家中被人上门殴打，殴打者声称他们是大夏国的耻辱，还声称他们都把人丢到国外去了。爸，爸你怎么了？你们是怎样工作的？为什么不对林家进行保护？为什么？听不见？停电了，真的停电了。现在灯火通明，林星火就过去3分钟了。演播厅就在西郊，现在并没有停电呢。去来晃去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要在这里招摇撞骗了。10秒钟，10秒钟之后，超过10亿的电压将会涌入这座城市。所有收看电视的观众朋友们，此刻开始，远离电源，拔下插手，远离电子物品。一场电力风暴将降临这座城市。林星火，我看你能招摇撞骗到什么时候？停电了！2亿千瓦涌入这座城市，是一场灾难。幸亏2亿千瓦仍然处于可控范围。站长，有11千瓦电力涌入这座城市。什么？先生，15亿了！快，切断整个城市的电力供应！是，站长，排长，20亿了，我的电闸瘫痪了。我是说，有10亿吗？45亿千瓦。不可能！一线城市
45天的总耗电量，3分钟内就发出了这么多。核聚变，这就是核聚变呀！真的停电了！小哥，一定是小哥！你不会真的相信一个高中生能发明出核聚变吧？哈哈，我就说他是短暂的停电。那小哥没事？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他真的发明出来了核聚变。成功了，他成功了！1000瓦时电力瞬间涌入这个城市。天太冷了，来，快把围巾围上。你也是不知道爱惜自己。谢谢老师。走，老师送你回家。只要学生喜欢学，老师呢就是呕心沥血，也要想办法。真没想到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位即将改变世界的大人。老林啊，是我太狭隘了。之前我还说，星火放弃高考，大夏国就会损失一位高考状元。虽然你们失去了一位大夏的高考状元，但这个世界却多了一位17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。敌人代表楚国，诚邀林星火加入楚国物理学院，年薪50亿，封国士。封国士。什么？国士？二位，您这是受伤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来。啊，不敢不敢。请问您是林星火的父亲林海？啊，我是。来我们楚国吧，在楚国断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见证奇迹的诞生，你做到了。不好，如果世人承认了他，那么我变成了整个大夏的小丑。今天我们电视台的收视率已经突破了80%，整个世界至少有10亿人在目睹着这一切。从今天起，你的名字将响彻整个世界。李星火，你成功了！恭喜啊，林星火同学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是时候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我求索了一辈子的东西，没想到在我临终前还有机会验证，它出自大夏少年之手。陈院士，大夏物理学泰斗，老师，快，我要第一时间见到林星火本人。是成功了，这是史诗级的成功！快，一定要拿到第一手的资料。我叫陈开天。陈教授，我是林星火。看到你拿出超导的时候，我就往韩城赶。这紧赶慢赶，还没有赶到你让这座城市断电的一瞬间。老师，千万别让他给蒙骗了。杨教授，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你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哼，其实我早在20年前都已经发明出来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只不过关键的资料丢失了，所以一直没有进展。今天我终于弄明白了，原来是刘汉龙窃取了我的研究资料，而林星火正是刘汉龙的学生。我敢断言，是林星火窃取了我的研究资料，才发明出来了可控核聚变。
是吗？是吗？当然，不过你能学会也算是个人才。老师，我愿意破例收入他为大夏高能物理学院做我的学生。他虽然年龄小，但是能够破解我的研究资料，表明他非常才华，值得我破。林星火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笑什么？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也配！你说得好！你有什么资格收林星火先生为学生呀？我冯科代表赵国，诚邀林星火先生加入我们赵国物理学院，担任副院长、教授职称，年薪10亿，并为其授勋为我赵国国之助。之助？赵国冯科。九呀，我大夏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赵国插手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妙哉呀！杨教授真可谓天下伪君子之第一人呀！强行霸占别人的研究成果，说是自己的发明，还假模假样的要收别人为学生，这样一来，是不是就可以彻底的霸占了别人的成果呀？这本来就是我20年前的论文，只不过弄丢了，怀疑是我的学生刘汉荣偷走的。现在他的学生又拿了出来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你的研究成果？当然。你杨宇是什么水平，我们知道吗？还是这天下人不知道？就你这一瓶子不响，半瓶子晃荡的样子，你也好意思说这些是你的研究成果？那你说，可控核聚变的关键一环常温超导体的主要原材料是什么？是我大夏的机密，休想套我的话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重新换个话题。它的可控核技术在启动之前会产生蓝光，这蓝光是什么？强相互作用力之下，电子拍击光子产生的振动频率，让光子用肉眼看得见。这个强相互作用率加光子振动频率的公式，你写得出来？氢的同位素高核川素聚变公式加上温度、压力的计算方式，你写得出来？电解水产生氢，那怎么从氢中获取它的同位素高核川？这个你总该知道吧？不要拿着幼稚的话题来考我！不要再装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核技术领域的研究人员。20年前不是，现在不是，以后也不会是。你什么也不懂，你凭什么说？20年前你的论文被别人剽窃了？无论如何，可控核聚变技术是我大夏高能研究院的成果，绝对不是一个高中生能够发明出来的。林星火，林星火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是否愿意拜入我的门下？念在你有才华的份上，我可以破格将你招入大夏高能物理研究院，未来你将有一份不错的科研工作，这可是你祖上冒青烟，3辈子积德才修来的福分呐！怎么样？你可不要不识好歹！如果拒绝了我，可大夏将难有立身之地。先散了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可控核聚变已经尘埃落定，它的功率和成功是毫无质疑的。林星火，你作为发明人，老师，我才是发明人。闭嘴！林星火，你作为发明人，又遇到了这么多的麻烦事，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。那在哪里谈？要谈什么？你才17岁，
还未成年，有些事情要和你的父母、老师一起谈谈比较好点。谈什么？今天是高考，你放弃了高考，对你的前途问题是值得谈谈的。同时，核聚变怎样运用，如何普及，以及你说的电梯，我们都非常感兴趣。这个问题都必须好好谈谈。还有，你是大夏人，今后需不需要继续做一个大夏人？这个问题需要非常好好谈一谈。那个冯教授，陈老先生，你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现在我们大夏内部有些事情需要解决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零星火是全世界的零星火，并不只是大夏的零星火。他是大夏人，可是科学无国界呀。他是大夏人。零星火，我赵国带着诚意前来邀请你，我们可以给出你超高的年薪，10亿不行，我们可以给你20亿，20亿不够，我们可以30亿。只要来到我们赵国，就即将被载入史册，封为国之柱。你以为我们大夏给不起那些待遇吗？算了吧。对未来有什么规划？您是指人生规划还是学术规划？先说人生规划吧。没有什么人生规划，为科学而生，为科学而死。也许有一天，世界的扩科核聚变，可是。至于学术规划嘛，我打算面向全球，公开核聚变。你说什么？只有公开，才能够迅速普及全球。能够普及全球的可控核聚变，才是它真正的意义和价值，集全人类的智慧和结晶，才能将它的运用发挥到极致。陈教授，我的目标永远不是蜜月、地位、金钱，而是星辰大海。太空电梯到底是什么？明天我会召开一个发布会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。